好吗？欢迎来到 Maggie TV 频道，我是 Maggie。今天 Maggie 呢又来当追星的小粉丝啦，就是来访问我们的王冠瑶星光大师。Hello， 欢迎大家好，欢迎。冠瑶上次跟我们分享过好多成功的秘诀，那今天呢，我要再来挖一些秘诀，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辅导团队，还有复制怎么样可以做好。那冠瑶，我想请教一下，就是如果事业要成功的话，其实排线还蛮重要的，对不对？排错的话就很多分数啊各方面都不那么理想。那冠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简单的排线原则吗？其实我觉得爱多美的奖金制度很有魅力，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花一点时间去了解。那排线其实相对来说它是更进阶的，因为其实坦白说，很少有人在公开场合去讲排线。对，那你一定是跟你的中心长，或者是你的这个上面的领袖请教，你才会比较了解排线。那排线其实有几个大原则，我觉得第一个点是说它要做深。做深就是把两条线扎深，因为相对来说扎深然后左右像接力的方式，可以帮助到上面很多的伙伴。对，那先把深度做深之后，然后再做宽。因为做宽，完全两条直直的线来说的话，只有上面有一个人有两条线，那只有这个人在领钱嘛。对，那下面这一整条的人都全部就是消费者。但是如果说你看到有线有岔开来的话，那就代表说这个伙伴有到领钱的机会，所以深度先出来，然后再有宽度。但是很多人这个宽度是我们去协助伙伴谈事业、分享产品，协助他展开他的左右线。但很多人会把它变成是自己的工作。自己找人，然后放在伙伴的右边，然后觉得这样子可以帮他赚到钱、领到奖金，所以就变成人为的方式。甚至有的伙伴一开始不了解，更可爱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像在排金字塔，他就会排很多，变成一个三角形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有的人也会说他很像矩阵，就是全部变成是每个人都这样子排列，但是这无形中其实我个人认为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。因为我们有说过嘛，经营爱多美事业就是把自己的左区跟右区两条线顾好。但是针对没有要经营的朋友，其实他在组织图里面他消费就可以了。但是很多人他为了要鼓励他自己的朋友也好，或新人也好，无形中就帮别人排了左右线。那有发生过很多的例子是说，被排到这个支线去的朋友很认真。可是这个上面这个人可能没有要经营，失格了或消失了，好可惜哦。对，所以变成是说很多的责任或者是很多的问题都会跑到最上面来。对。但是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。是。对，所以如果把这么多的这个线岔开来的话，其实一开始做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还好，但是后面你会越来越吃力。对。那当然一开始这样的排法你会领到奖金。但是后面来说的话，其实有点像骨牌效应，会形成这个大雪崩，所以比较不建议好好排线，两条直线更深入，先做深，然后再做宽。所以我们就做两条直直的线往下做。是的，每个人顾好两条线很重要。对，这个很棒。那冠瑶，请问一下像因为我们知道爱多美最棒的地方就是没有压力嘛。是。那它的缺点也是没有压力。对。所以呢，很多伙伴们会不知道每天或者是每周到底我应该做什么，我要怎么样安排工作行程。那冠瑶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呢？其实我觉得我很建议大家把爱多美，就像刚刚 Maggie 提到的，其实有时候优点就是缺点，缺点也是优点，它是相对的。有的人很不喜欢被约束，但是太自由又不行。对，然后所以我觉得要找到一个平衡点。那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说今天我们可能你不管是在超商打工，或在公司上班，不管你是饭店的厨师、计程车司机、清洁人员，在各行各业里面，其实大家不觉得每个人每天都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吗？对。比如说我是一个助理。我可能我就是8点上班，然后下午5点打卡下班，但是我一到公司的时候，我要先打扫环境，然后我要先 key 资料，
好，或者是交代客人，处理客人的货，老板的交代的事项，对，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大概的流程。那可是来到爱多美之后，因为太自由了，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。对对对。所以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公司有安排成功系统。所以成功系统我们一定是每次都要参加嘛，2天1夜的成功学院啊，中心的课程啊，甚至线上研讨会，其实公司已经把我们学习课程的 schedule 排好了。对，好，先把公司该参加的都参加过，那自己觉得不足的时候呢，你再把这个课程填进去。那当然，我觉得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每个人是不是早上起来都要刷牙洗脸？对，然后要看 PB，是啊，看 PB 来决定今天要不要努力一点，这样就是看 PB， 要求这个业绩不够，多刷几次牙，卫生纸多擦几张，就是很多朋友都先看 PB 啦。那当然 PB 没有动怎么办？PB 没有动就代表你消费者太少啊，是业绩太少啊。好，那我觉得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体会心得，就是其实活动越多，它可以带动很多的人了解爱多美，不管是事业也好，产品也好。所以其实来爱多美就是办活动而已。家庭聚会对不对？对，家庭聚会、办活动，甚至是邀约朋友，所以其实很多的环节它都是息息相关的。所以大家可以把自己当做爱多美的上班族。比如说今天9点时间到，我就要出门。那出门前我是不是也是刷牙洗脸？用保养品，然后女生擦个口红，睫毛膏，画个眼线、眉笔，这些都是爱多美有的产品。对，那先把自己打理好，这是今天的第一件事情，门面嘛，门面很重要。那出门的时候，可能我早上我去中心参加中心的早会，或者早上的时候，有的人甚至你可以安排去公园运动啊。因为毕竟我们在爱多美里面，我们常常要东奔西跑，到处分享办聚会，我们要好的体力嘛。是。那我是不是我可以规划我早上的时间是运动？是。也可以。然后那接下来的时间，我可能安排我每天要跟我的经营者，甚至是我的几个消费者来见面。那我给每个人多少时间？如果他是钻石，给他30分钟，然后销售大师5分钟。然后消费者就有缘再见。我开玩笑的，我要讲的意思是，它其实它是可以你可以把它做得很公司化、企业化。当然，你可以把它很随性，但是随性就是随性的结果就会有随性的行动就会有随性的成果。对对对，真的。对，所以当我们把爱多美这个事业看得越重的时候，越严谨的时候，相对来说成果是比较好的。所以大家去思考一下，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经营爱多美？就像如果说我把爱多美当做一个企业，当做一个公司来做的话，那我需要做好的是什么？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我是不是要去推广？没错。我可以有行销，可以有企划。其实公司做了很多的示范给我们看。那我们只要做小的就好。公司不是有主题月吗？它可能提供各个中心很多的产品啊，办活动。那我们自己呢，我们就办一个小小的，比如说今天在某个伙伴的家里，中午有一场这个产品体验会。然后我们是要来做这个，因为可能比如说针对年节要到了，我们有一个大扫除的活动，或者是冬天我们有一个进补的，用我们的蜂蜜来煮鸡汤，或者是我们的海苔来包寿司。对，所以讲回来，其实自己的行程可以把它排出来。但是当你觉得这样子，你应该最简单讲是这样，当你行程规划出来之后，你去行动的时候，如果你觉得是越来越快乐，成效越来越好的时候，那你走在对的方向。可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可能有点怎么好像无所事事啊，或者说感觉好像哪里怪怪的，那这时候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你的上线介绍人或中心长咨询。就是我这样规划我的行程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或者说我可不可以跟着去观摩学习？成功者或成功人士他一天都在做什么样的事情？那当然不同阶段做的事情肯定是不同的。不一样，对。如果你刚开始经营爱多美，你可能需要大量的消费者，你需要的大量的分享。可是当你伙伴跟经营者越来越多的时候，那我们可能更多是要学习管理。
对，那当然，大家如果在每个阶段，你可能觉得说，我这边不足，那边不足的时候，你自己心里肯定就会去想，我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提升自己的能力。比如说，我觉得我管理能力不好，那我有没有可能我可以去找一些课程去参与？比如说，我觉得爱多美的哪一个老师他的管理，或者他的奖金制度，或者他对这个复制行动很有一套，我可能就会去找他的课程来听。甚至是去买一些书来看，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自己安排的行程。了解，那我们如果比如说已经很好的安排了自己的行程，比如说要跟消费者见面，或者是跟想要经营的伙伴们见面，但是有时候我们又会卡在说见面了以后，我不知道要做什么，不知道怎么样来辅导伙伴们。那关有钟店长有没有一些提议可以给我们呢？其实我觉得还是那一个概念，然后比如说大家想象一个情境哦，今天假设Maggie 是经营者，他刚出发，然后也安排了行程，跟伙伴见面不知道要说什么，但是其实大家想，爱多美是什么公司？生活日常用品公司，对，所以我们公司有很多的产品跟品项。那虽然大家都是老板，可是有时候因为很多人没有当过老板。对，因为老板毕竟是少数嘛，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之前都是在这个领薪水的这个阶层。那但是大家想一个想法，比如说我们进入一个情境，你就是我的员工，或 Maggie 就是我的员工。那今天 Maggie 去跟朋友见面的时候，就很像我们的要去面对客户。对，好，然后你就分享我们公司的产品。对，不然就是分享我们公司的事业。那分享事业，其实在某个层面上很像在找经销商啊，在找加盟主啊。可是当你觉得爱多美哇这个行销计划或者加盟爱多美很好的时候，不好意思，只要50块而已。我们今天不是要你50万、500万，你可以很轻松加盟爱多美，你可以代理非常多优质的商品，你可以做国际的事业。对，是不是很像在招商加盟？对嘛？那一样的，今天我们也可以推广我们的产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认为我们爱多美的牙膏牙刷是我使用过，我自己认为是最好的牙膏牙刷，所以我想要推广这支优良的这个牙膏牙刷这个产品的品牌，或者是这个品项，所以我就是做着一个是推广的心态，因为我们公司的核心价值是产品的品质很好，价格很便宜嘛。那不论你是在找加盟主，或者是在分享产品，这个都是可以跟朋友或跟对方分享的。我觉得刚才冠尧做了一个好棒的引导哦，就是把自己想象成是在公司上班。对，因为我发现只要我们是到公司上班，即便是新的工作好了，我们自然会想我应该要做什么对，而不会坐在那边等老板告诉你要做什么。对，因为很多人他如果是工作的话，他就没有什么喜不喜欢要不要，他会觉得说我只是要把这件事情完成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可以帮助到很多人。非常棒的一个概念呢。那还有一个疑问哦，就是我们知道成功8部曲里面最后提到的是复制嘛？对，复制。那到底复制的重要性是什么呢？冠尧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意见，就是到底我们要复制一些什么行为呢？其实成功的8部曲里面，特别鼓励是要经营的朋友或对爱多美想要在爱多美成功的伙伴，成功8部曲的这个影片大家一定要好好去看，因为其实我认为有1半以上的朋友他是没有办法讲出成功8部曲是哪8部的对，所以其实很多人知道有这个8部曲，但是并没有实际的去看、去了解，甚至是去落实。其实8部曲是我们董事长讲的一个课程，那它可以协助我们更容易成功。这个是董事长讲的。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成功8部曲里面，其实包含说第一个步骤是设定目标，第二个步骤下定决心、列名单，甚至到邀约，然后辅导，然后再来是后续管理。商谈，然后再来才是我们的复制。其实我们常常把复制要讲的是说这8个圈圈里面，前面的7件事情就像一个循环、一个圆圈一样，我们要常常去检视，比如说今天自己的目标，时时刻刻要去看检视自己的目标，比如说
目标又有分日目标、月目标、年度的季目标嘛。短期、中期跟长期。对对对，短期、中期、长期。那我就去检视说，我当初设定自己一天要分享3个消费者，或5个消费者，或者我老板跟我说要谈三个消费者，或跟5个陌生人讲话，我有没有做到？对，然后下定决心也是一样，我当初为什么进这个公司？对，我的目标愿景是什么？有没有下定决心？那名单呢？我名单有没有我列的这些名单？我有没有去找这些人？我有没有去更新？对，所以其实在复制的是说这所有的循环的阶段，我们要重新的不断的在检视。那自己的检视完之后，我们要检视伙伴。对，所以帮他去看。所以很多时候碰到的情形是这样，伙伴可能常常来的时候，他就说哇，这个我觉得爱多美经营起来不是很容易，或者是说我想放弃了，可是我们用这个8个循环来问他，请问一下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？对，那你有下定决心吗？有列名单吗？你都怎么邀约的？不然你邀给我听看看，你都怎么邀朋友来我们课程的？对不对？然后你都怎么做后续管理的？是不是他产品体验完就放他回家就没有事了？你有没有关心他说，今天的产品你会使用吗？你会不会上网购物啊？会汇款吗？这些其实看似很简单，但通通都是一个小问题。对，然后都值得我们要去做后续管理跟跟进这些的。所以这个循环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成功8部曲可以让我们自己检视自己的活动有哪一些地方还可以做得更好。是的，是的。然后也可以跟自己的工作上线讨论一下，可以怎么样改善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再从工作上线那边学习他的提议，复制他的做法。哇，那这样真的很棒哎！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用心的把成功8部曲看完，也多多思考检视自己的话，真的可以做到很棒的事业。没有错。今天非常感谢冠尧中心长接受 Maggie 的访问，简直好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，我拿到了武功的秘籍了。谢谢冠尧，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接受 Maggie 的访问。好的。喜欢我的影片或者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个赞和分享给你的朋友看哦。最重要的是要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点开旁边的小铃铛。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，早日完成心中所有的梦想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